小伙伴们刚结束完探路，先跟大家预告一下，大家看两边的帖子，哔哩哔哩的动态，还有另外其他平台的帖子，本周六和周日2天都是8点半会在大阪城有早餐跑，周六那天是4.6公里，周日那天是3.5公里，路线图也都在帖子里，好吗？然后我也会现在贴到屏幕上给大家看一下。嘿，大家伙早喽！2月18号星期二，今天又冷下来了。今天咱们探最后的11.2公里，一直从这个大坡跑到大阪城。然后同时今天跟大家分享周末或者说下周一的大阪马拉松。这周末有比赛的小伙伴们，这周应该怎么做？另外呢，这次大阪马拉松今天的天气预报又有变化，这有可能这次的大阪马拉松又是一个坏天气。一会儿咱们边跑边聊。介绍一下昨天的探路。你们看这个路口，运动员从那边过来到这边一个折返，这个折返加起来3公里，然后跑回来到这儿又看到这个天桥以后，到这儿右转就上坡了。那我们就上坡走。现在是1.43公里，我们到32公里那儿摁一下表。大家也可以看看这个坡一共有多长。这个广角相机拍出来啊，跟肉眼看的坡不一样。昨天有小伙伴说这个坡没多陡，您来了看看，这个比北京马拉松那八达岭高速那个坡可陡。就北京2环那种上下那种坡，在这个坡面前就不太算坡了。这个是就我现在自己骑自行车，普通的折叠自行车是一口气蹬不上来的。好，我们到了昨天结束的地方，大阪马拉松32公里的这个点，摁一下计圈键，走。我看看能不能赶上前面的绿灯。去年家属就跟着我跑这个坡，帮我拍摄。赶不上绿灯了。我刚才这几步跑的就挺尽力的了，虽然是没有准备的晨跑。趁着这个红绿灯，给大家放放去年这个坡的时候家属拍到的画面，好吗？我要追着黑影跑一段，看看能追多远，拍他冲这个大坡。刚才看他前后的人应该不算太多，所以我应该可以在他转过来的时候看到他。但是坏消息是，现在雨下的有点大，比刚才大了很多。这个小相机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不防水，所以这个雨天我还必须得给它打个伞，不能让它在雨里淋太长的时间。这个坡真的是非常的陡，非常难，大家可以看。现在这会儿风也特别大，有点难，有点难。我跑这个坡，选手们都戴上了痛苦面具。这个坡确实是非常的艰难。我看到他了，看到他了，他已经过来了。收伞准备。
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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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到了！到了！啊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啊！下一个点我就是去终点附近了，看看还能拍到谁吗？Honda Sound fighter，Honda Sound fighter，Honda Sound fighter，fighter。Maki Sound fighter，Maki Sound fighter。去终点附近拍大家。到这儿差不多，这个坡上到顶了，400米的样子，前面还有一点点，然后就下坡了。这400米在32公里的地方是比较有挑战的。像从今天开始，无论您是周日比赛还是像大阪马拉松周一比赛，就开始减量了。我今天也是最后一个探路，然后明天我们是合练的日子，课表好像是6公里的阈值。我明天的思路是要么跑一个慢一点的6公里，要不然干脆就跑一个3公里或者轻松跑，就明天不练强度了。从今天开始到比赛日之前，就是减量的幅度慢慢增大的减量，减到什么程度呢？减到平常您的训练量的40%，整体上，也就是说，今天是假设是80%，明天是70%，然后后天可能就是50%，大后天可能就恨不得就休息了。我们到这个路口右转，近铁百货，上本町店，这儿到时候就刚才我跑这一段路，好像说是大阪的地铁在这儿发应援的小旗子什么的，小扇子可以来领，如果有亲朋好友来的话。从这个地儿拐过来，大家就要面临全程马拉松最后的不到10公里，而最后这10公里其实不好跑，因为路线比较的枯燥，然后观众比较的少。我们过马路去跑，到时候整个这么宽的路是都封路的，就是您跑哪儿都行，就跑路中间就好。我们下一个路口是左转，就下一个转弯是左转，但是还要往前很远。减量到周4，可以在周5或者是周6做一做短距离的速度感冲刺，就像大阪万马之前我那样的那种。建议做多少呢？建议做大概3到5组，200米到300米就足够了，就单组，不要做那种1公里的间歇了。然后冲到什么程度呢？也不用全力以赴，冲到比您比赛的计划的目标配速快5秒，最多5秒就够了。
然后赛前的2天就建议几乎全休了，差不多赛前的倒数第3天，就比方说周1比赛，那周6就可以做个简单的晨跑，不超过我自己给我自己定了，就不超过6公里。周日就全休了，周1比赛。如果您是周日比赛呢，就往前再错2天，错1天就 OK。之后就是准备看看自己的能量胶、补给这些够不够。说到这儿，就跟大家说说跟天气有关的。哎，我们2公里了啊，1公里了，抱歉啊。往前找找看看，33公里的路标在哪儿？有可能在那边吗？不知道。对，有可能在那边。33公里的路标不在路这一侧，在那一侧。这一块一直跑到前面顶到头左转，所以这条路大家就慢慢的，刚才不是右转过来吗？右转过来肯定贴着路的右侧，这条路足够宽，大概有这一段大概有1公里多，就慢慢的往左边切。说到天气，现在躺着天气预报。我把图放在屏幕让大家看看预测的比赛日，这比去年还惨。去年我记得气温是8摄氏度，下雨刮风，但是呢不是一直在下，零零星星的。今年是好像是多少2摄氏度还是3摄氏度，我不记得，我出门前截的图，大家看屏幕吧。然后3米到4米每秒的风，差不多就是3级，然后阵风能到4、5级。然后上午比赛那几个小时呢，有降雪，就目前说是有降雪，虽然不是100%。今年感觉要是真是这样的话，就要改变比赛的计划了。这又变成了一场娱乐赛，是不是？各位，尤其是从海外来参赛，如果真遇到这天气就别拼了。就现在我拿相机这只手指头尖就已经疼的没感觉了，冻的。今天就冷了，现在的气温是1摄氏度可能。因为这边冷就怕湿度大啊。这个弯我们左转了，是一个不到90度的弯，就比90度的角更广一些，慢慢拐。然后这条路拐过来啊，有一个小窍门，小伙伴们，这条路拐过来前面是有横断的，就是过马路的行人。他怎么过呢？就是跟好多海外马拉松一样，它封一边再封一边，就是你们看这中间有这个隔离的灌木丛，对吧？它有的时候就是，比方你都跑到这儿，你都跑到我那去年就是被耽误了几秒，就我在左边这么跑，因为下一个转弯是左转，我就跑了最短距离，结果快到的时候，他把这边给挡上了，然后变到右边那个道去跑。因为横断的就过马路的人要过这半边了，就他先封一边，让人走到中间，然后呢再放开那一边，再封这一边。我去年成绩不慢的，我去年到这儿还有专业的女子选手，都会有这种情况。因为这整个这么长一段路是没有地下和地上的过马路的方式的，你只能让人家过。我印象中差不多就是这儿，而且当时一看马上要下坡了，我还想着说我要提速，因为到这儿已经很累了。所以这条路大家反正你往前看吧，会有人举旗子的。这个事儿我也知道，我知道会有人举旗子，但是我不知道这儿会有横断。但是坦白说，去年我到这儿的状态
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看了。总之，这条路大家如果有可能就沿着我这边跑，沿着路的左边跑。这条路到时候两侧都是封路的。那这条路有起伏，你看我现在在下坡，前面又上坡了。这坡的幅度和咱们第二天探路那个桥差不太多。所以大家来比赛的话，可以看看，我忘了那部节目是不是会员专项了，就是在哪儿买一次性雨衣什么的。我就跟大家再说一下，就这边随便一个百元店，这些百元店最大的是 Daiso， 是红色有点偏粉的 logo， 在新斋桥啊什么的这些主要的商圈都会有。哎，手表响了，我们看看这个的路标在哪。最大的是 Daiso， 然后还有其他一些，就是你看到里边是卖那些杂货的，就都可以进。雨衣可能100元下不来，差不多200或者300日元。去年会长来说的那个，他们那个翻译帮他买那个好几十块，那可能买的好，不用买那么好的。哎，这块的路上没有标，哎，他是说在中间呢，这好奇怪啊。哎，找到一个，看是不是？这不是啊，这是古老的标，这是以前的，已经被涂了。你看，以前这儿是32公里，看到没？那34公里的标我们又没看到，你就继续往前。随便一个百元店，差不多就是200、300日元。然后呢，有2种，一种是那种大袍子，就是中间是有扣系上的，那种就行，那种好穿好脱。然后还有一种呢是分体的，我也穿过，就是上衣跟裤子分开的，那种稍微贵一些，但是那种的好处是赛前去卫生间会比较方便。这大袍子的，尤其是赶上它去年下雨就特别难受。那种分体的呢，赛前去卫生间方便，然后快比赛之前呢，就可以先把裤子脱掉，因为腿基本上不怕冷，然后上衣穿着，起跑前再把上衣丢掉。那种就得买2套的价钱，但是那种单套也便宜。今年的大阪马拉松来参赛的小伙伴应该都要买那个一次性雨衣，你不穿扛不住的。大家相信我，就这2天看看天气预报，因为还有6天，它可能还会有变化，但是差不了太多了。如果您从中国大陆来，就别在淘宝买了，就来了去百元店买，很方便的，淘宝来不及了。然后能量胶也是，能量胶就到这儿再买。我这2天会发一个周末去长居公园拍日本大学的男女混合接力的比赛，还给大家分享了去买能量胶的事情，有个特别神奇的东西。然后这是比赛的天气，所以我现在是2套准备。然后其他的，其实海外来参赛的，我的经验就是把您的所有的附件，心率带呀、POD 呀、手表的充电器呀，刚才心率带、手表 POD 这些的充电器呀，一定要带上。这边您要是住酒店，没有转接头也没事儿，一般酒店都是就是万国插槽，就插座啊，一般都是，就都可以充。然后比赛早晨的交通也不用担心，这儿没那么多人，就是起点人会比较多。大阪马拉松一定您按照手册对应的您的起跑区域，看它的那个建议的地铁站和路线，否则的话你可能得绕大阪城一圈儿，
离圈不近呢，必须得多走1-2公里。别其他的没了，我们继续探路。到这儿就很煎熬了，到这儿差不多马上35公里，就都是，如果您跑到我这成绩，差不多就能看到很多跑不动的女运动员了，专业运动员。看这儿也是旧的遗迹，这儿以前的34公里，可能拍出来都看不清楚。我那年到这儿就是好几位掉下来的专业的女子了，但是还是会有冲上来的业余的精英的男子，这你看人家不掉速，或者看人家追上了你。这条路特别的枯燥，因为这两边的住宅不多，然后商业也不多，也相对比较偏，几乎没什么观众。手表响了，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，连续2个都没找到了。哎，这个我好像找到了，看，在这儿。但是这个不对，这也是被涂抹掉的，这是35公里啊，那对，这就应该是35公里，对吧？看这儿35公里了。不知不觉已经3公里了。如果到时候比赛的时候到35公里，还是觉得不知不觉就35公里了，那基本上就差不多了。到这儿你就想还有5公里就结束了，千万别想7公里，因为7公里觉得跟10公里差不多了。我们就继续往前，这块就一直是缓缓的上和缓缓的下，不是那种特别平的路。过了这个小桥，前面的路口左转，这儿路够窄，所以不一定要玩命的往左边切，它自然而然的就会切了，因为这儿比较明显左转的标。然后左转之后，现在我们面向的方向是北面。那天的风或者这个季节大阪的风都是西北风，所以最后的这几公里会在逆风中前进。因为我们再下一次转弯就是几乎是最后一个大转弯了，是左转，转完以后向西，所以从现在开始最后的不到7公里几乎一直是逆风。然后最后这7公里呢，会有一些观众在路边，但是也没有前面多。同时这一块特别枯燥，要跑到40公里才会再转弯了。现在是刚过35，等于要这样向前直行，大约有将近5公里，是大直道，完全没有变化。过程中还会有小桥，这种特别短的小拱桥，会有上下坡，虽然不长，但是坡度大。那种坡的时候，下坡很容易大腿后侧出问题。到那儿再跟大家分享。手表响了，我们找找路标。
这次好像是顺利找到了。应该是这儿，这是大阪马拉松36公里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都被涂抹过，但是位置应该是对的。前边还有一个，看看啊。哦，这个不是，那应该就是刚才那36公里。胜利就近在眼前了，到这儿基本可以想还有最后6公里了，因为6公里觉得就没有7那么长了，对不对？这条路大家就一直沿着路左边跑就好，可以不要跑到最左边这车道，这还是那种我跟大家昨天分享的，这个路的斜度比较大，就是像我这边斜，因为了夏天雨水多的时候排水，就跑在中间那个道特别合适。这是3车道嘛，对吧？像我自己就不太爱跑这条路，这条路的人行道也是到前面特别斜，深一脚浅一脚。再给大家看看大阪现在的菜价，最近菜价有所回落啊，看，圆白菜398，我们家那边已经是298了。这个桥是个挑战，这个桥是一个上坡。现在上来以后，去年我到这儿就不行了，就到这儿上坡以后，马上紧接着现在是个下坡，大家可能看不出来，这个下坡挺陡的。然后下到这儿的时候，突然觉得大腿后侧有要抽筋的感觉。我们先找公里标。啊，应该是在这儿，在这儿。这好奇怪，这边都是被涂抹过的，但是确实是这儿37，数字也对，这儿37公里。到这儿突然大腿后侧，因为你下坡的时候腿的那个感觉，可能大家累了以后跑过马拉松后边遇见过下坡的都有这种感觉，就很容易大腿后侧出问题。我马上减速，大概减了有300米。在这之前，我甚至还想拼一拼那个成绩，因为也不是完全没机会。那个时候到这儿的时候，距离那个成绩大概差半分钟到40秒的样子。然后这300米一减速，减到4分05，但是后来又加回来了。但是因为这减了这一点，就距离就又拉长了，就没戏了，因为还有5公里。5公里是不可能追回40秒的，半分钟几乎都不可能。因为目标配速是3分48，5公里如果想追回半分钟的话，那就是30秒，每公里6秒，直接跑到3分42。马拉松最后的5公里想从
当时我已经是3分49左右，加到3分42，就不是太现实。所以基本上到了28公里，就大概能知道自己有没有机会了。这个红绿灯要等很长时间了。好，38公里，正好，这个好清楚啊！看，大完马拉松第38公里，在这儿。这条路虽然我们过了马路，还给大家看了看菜价，其实几乎没有多跑。这条路比较容易跑出最短距离，但是太枯燥了。因为一直向前，还要向前将近2公里才能看到左转。但是好消息是，左转之后就基本上等于结束了，这是个巨大的好消息。所以呢，这个事儿现在我突然想到，可以这样去思考：就拼到那个左转，到那个左转就是去年胡老师拍到我呢，一会儿当然再给大家放去年的画面。比赛的时候跑到这儿，基本就放松了，因为这个高架桥那边连着的就是森之宫，就等于已经到了和大满城最南侧那条东西走向的路平行的地方了。好，找公里牌。大完马拉松第39公里在这儿，看，在这儿。
这不知道是写字的时候撒的油漆还是之前的，撒的油漆。39公里了。那这儿又有历史遗迹了，看见没？这是特别早的，四公里啊，这不是历史遗迹，就是这儿还有四公里要走啊，这是历史遗迹，不是4公里，应该还有3公里，对吧？你看4TG 4公里 to go， 最早到这儿还有4公里呢，现在我们还有3公里。我们迎来了倒数第2个比较大的坡，这就是一个特别短的拱桥，因为短，所以它又特别拱。大家看，但是去年到这儿已经释然了，就没有冲。看上来了，这就是这条特别宽的河。然后下坡也是特别短，因为短所以陡，看到吗？真正赛道就是公路机动车道，没有现在人行道这么陡。这儿就平安下来，基本上很快就成功了。又1公里了，我们找找，在这儿看，大阪马拉松40公里，到这儿40公里了。40公里放特早以前，马拉松都结束了，最早好像就是40公里。所以你们看见那个大桥底下有车站，过了那儿就成功了，因为过这儿马上就左转。去年胡老师就是差不多在前面这儿拍到了我，可以给大家插一段去年的画面。博哥加油！哎，胡老师加油！240没戏了。没事没事，多跑个400米。加油加油！那胡老师谢谢你。240没戏了，小伙伴们，加油干加油干！加油加油加油！谢谢胡老师，拜拜。
看到这个拉面就左转了。这是最后一个大的转弯，但胡老师好像跟到我这个车站上。那个时候的配速已经掉下来了，但是跟了一个小集团。跟他分开以后，我突然经历了一个很难受的过程，大概就是到前面这个铁道桥下面开始的，就是右手右胸就好像抽了，或者是好像漏了，就吸不进气去。就我也能吸，我也觉得气进了嘴，进了鼻腔，然后进到了胸腔，但是呢，感觉肺没有胀起来，那感觉就好像挤住了，就是控制那个，等于控制胸腔放大那感觉不行了。那车我们过了啊，到这儿巨难受。然后，这种难受当时是第二次，第一次是2020年的无锡，那次出现在32公里，这次出现在这儿我有经验了，我知道没事儿。第一次的时候给我吓坏了，我以为真漏了呢，我当时想退赛了。然后我的窍门就是右侧不舒服，就把右侧手伸起来抻一抻，然后拿左手捶打一下右胸，因为右胸就没事儿，人家左胸可能你要担心心脏。然后差不多跑到前面这红绿灯这儿，我缓过来了，而且也没有掉速，就其实你还是吸进去了，就是可能是胸腔的筋膜有抽筋儿，或者是有痉挛。小伙伴们有时候比方说跑着跑着岔气儿了或者怎么着，我的不成熟的经验就是要么使劲深吸气，要么使劲深呼气，弄几次就缓解了。到这条路就什么都别想了，有人跟就跟一跟，甚至都不用看配速了，因为还有1公里多，你就是慢10秒，你的成绩也就慢10秒了，它不会被放大了。而且我的经验是，一般跑到最后1公里反而就不会掉了。这比赛就这点有意思。看，大完马拉松第41公里，我们要赶红灯，就不在那儿停留了。哦，还是没赶上，差一点点。他们这边的红绿灯设计的就是，基本上，中快速的骑自行车，每一个都能赶上，就是绿了就如果他判断是顺行方向，就是他从那边先绿，这儿再绿，这儿再绿。你基本上都能赶上，你要一个赶不上，就跟我小时候人们说长安街那红绿灯似的，一个赶不上全赶不上。等一会儿吧。刚才那个地方是41公里这个路口，然后你们看，给大家讲解一下吧。前面等这个货车过去啊，前面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大发生，是一个下沉的立交桥，一会儿我们跑的人行路线的坡会比较陡，真正大家跑汽车这个路线还行，因为这坡足够长，它比较缓。走，当然大家是跑右边这个机动车道。这基本上是最后一个挑战了，但是我当时的感觉是，我到这儿已经不觉得是挑战了，因为前面就到了，心态不一样。看，差不多这么陡。
这人行道的上坡特别陡，机动车的没有，但是赛道的没有这么陡。这赛道的上坡比这个长，但是总爬升是一样的。看，赛道的上坡到那儿才结束。这个十字路口是最后一个关门点，就是这台出租车停在这个地方。这儿没被关门，应该就不会被关门了，就完赛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儿会有一个关门点。然后左边这儿这个楼里是通着地铁站的，所以呢，给您加油的人，不管是在大坡那儿，还是在近铁百货那儿，就一开始说能领扇子那儿，都可以坐地铁。直接你看前面这儿就是地铁口。去年家属就是在这儿拍摄的，我和跑团的小伙伴们就是在这儿。我跟大家说，我说240没戏了。那这儿出来就是下去就是地铁。快走，快走！李博，没戏了，2小时39分45，加油加油！跑团的其他小伙伴们啊，240未遂。今天这个天气确实是对于成绩不太有利，尽力就好，尽力就好。还有下一场。路上有一位选手感觉不太行了，披着保温毯在慢慢的挪，身边有工作人员跟着他。确实，如果到这儿放弃了，太可惜了。那还有1公里多。红大象 fight， 红大象 fight， 红大象。Monkey Song fight， Monkey Song fight。大河原先生加油！大河原先生。希拉大象，希拉大象 fight， 希拉大象 fight。这样我们就准备进大阪城了，结束大阪马拉松赛道的整个的探路。这条路大家一定就跑切线，因为这儿是一个弯道 S 弯。现在没车，给大家跑一个。就直着面向前面这个桥，是最优的路线。还最后一个小上坡。比赛那天前面这些拦着的这些全都会放下去，这儿就是没有栏杆，咱就切最左边。好，42公里，不知道大阪马拉松大阪城里有没有标，找找啊。好像没看见哎。
对，因为我在大阪城里从来没有注意过地下有42公里的标。我们马上就到终点了，到时候这儿一布置就没有平日的感觉了。差不多，我们差不多，应该是到了，到这儿差不多就到了。再给大家看看去年终点的官方的画面，到时候是，正面这样有一个摄像机，然后好像是这边这样有一个摄像机。那天上周的直播给大家放过。放轻松吧。哎，你好，谢谢你。哎，加油加油！好了，谢谢。还有10秒，242。啊！啊！我的大阪马拉松啊，2小时41分57。然后今年的终点之后跟去年不一样了，今年终点之后有变化，因为存包的地方变了，所以大家看手册吧。我们已经分了4次把大阪马拉松42.195公里的赛道完整的探了一遍，大家就可以去看最近的节目，好像是从2月11号，我记不得了，标题都有探路或者都有大阪马拉松，好吗？然后这4天都是在天亮的时候拍的，而且是完整的跑了一遍，大家可以看一看，感受一下。这几天探路的节目的播放量没有之前其他节目的多，但是我还是觉得把整个的路线探完吧，也跟大家分享赛道上不同时候不同的感受。今天跟大家说到时候的天气的应对，大家如果开始没看的话，往前翻一翻吧，好吗？就今天开头说了，那天应该不是个好天气哟，真是不凑巧中的不凑巧。行，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